小時候，老師常常要我們寫一寫母親，我們想了想，寫下母親溫柔、賢惠、忙得如陀螺，任勞任怨、堅強、善良。一個家庭，母親是無所不能的，留下太多美好的成長故事。可見母親對孩子的成長影響力太大了。但我們也要看到，不是所有的母親都很稱職，也有一些母親不承擔責任，教育方式不對勁，甚至有的母親學壞了。看待母親，還得從正反兩面去看，然後也能強化兩代人的互動，促進母親變得更好。生物學家達爾文說，脾氣暴躁是人類較為卑鄙的天性之一。人要是發脾氣，就等於在人類進步的階梯上倒退了一步。現在我們一起探討母親的脾氣和孩子的出色有什麼關係。01暴脾氣的母親養不出有定力的孩子。玩過煙火爆竹的人就知道，只要給一點火苗，立刻就會噼里啪啦一片火光。如果一個人也如爆竹一樣，就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隨時做好大戰的準備，情緒一觸即發。小說家狄更斯說過，脾氣壞的人往往把天氣和風向當作一個藉口來掩飾他們那又暴躁又陰鬱的脾氣。下雨、惡風、打雷都會引起一個女人的脾氣，這難免讓一家人都戰戰兢兢，孩子會不知所措。但凡孩子做的有那麼一點不滿母親的意見，那就有孩子好看。當孩子一次次犯小錯誤之後，就一次次被母親反駁，罵罵咧咧。孩子從此不知道做什麼才好，要麼什麼都不幹了，要麼隨意聞從母親的安排，失去自我的認知。清朝時，載沣作為皇室的一員，在婚姻方面自己一點自主權都沒有，母親劉佳氏為其選定了結婚對象。過了一陣子，慈禧不顧一切，要求載沣悔婚，又把瓜爾佳氏許配給載沣。劉佳氏對慈禧的做法背後罵了千萬次，以至於自己精神失常。載沣後來做了清攝正王，但在大事上也是搖擺不定的，如同舉棋不定。或者說，他也倍感身不由己。任何一件事，100個人有100種看法，若是你都聽都在乎，那麼就會迷失自己。所有的行動都是氣呼呼的。身為母親，沒有定力，只會暴跳如雷，這是不好的榜樣。也讓兒女怎麼不動搖自己的理想呢？02強脾氣的母親養不出能變通的孩子。有的人一旦決定如何做，10頭牛也拉不回來，這就是強脾氣，過於武斷了。很多事情母親認定了，但是兒女沒有認定，兩代人在拉扯，但是母親居高臨下，兒女到底要認輸。可兒女認輸之後，就只能一條路上走到黑。在時報觀察網絡平台上，講述了一個講述女子周某在母親的安排下和遠房親戚父母相親。相親一開始，周某就不同意，但是母親苦苦勸說。母親認為父母家庭條件好，知根知底，應該是靠得住的。後來周某結婚了，硬是和父母沒有感情，也過不到一塊，因此提出離婚。母親以死相的要周某放棄離婚，不然周某只能透過訴訟解除婚姻。同時，他也擔心母親想不開，發生意外。古人云：痛則變，變則通。母親身為育兒的主角，怎麼能夠一根根呢？錯了就是錯了，改正就好了。固執錯誤的，固執兒女討厭的，單純是為了滿足母親的願望，這是很可怕的行為。每個人的一生都有很多的拐點，而拐點的把握者其實是兒女。母親只是在一旁助力，加強引導，而不是代替選擇。03沒脾氣的母親養不出懂道理的孩子。自古以來，慈母養敗兒。一個母親一點脾氣都沒有，這是很可怕的。不管屋女做什麼，母親都答應。兒子要拿起，然後去遊戲廳。母親怕兒子不開心，就給了。萬一兒子要給遊戲充食，母親也答應。還為了這一筆錢，母親省吃儉用很多天。兒女在河邊嬉鬧，在公園裏爬樹，母親都不制止，還不當一回事。這是要出大事的跡象。女兒要去打工，
母親知道此工廠沒有前途，也不反對，而是認為女兒應該食失敗的苦。女兒真正失敗了，是悔恨母親沒有教養的。回頭，母親縱容父親酗酒、抽煙、賭牌等，這也是給兒女一個信號，壞事是可以做的。有句話說得好，老虎不發圍，你當我是病嗎？人不能有壞脾氣，但是不能完全沒有脾氣，總得在是非對錯之中做出正確的判斷。母親生氣了，兒女知道這件事不能做，母親笑了，兒女知道這是默許了。脾氣也是對兒女成長的引導力。04. 脾氣需要一定程度的隱忍，展現女人的柔軟。如作家池田大作說的，沒必要對孩子歇斯底里地發脾氣，也沒有必要嘮叨個不停。我有一位同事去外地出差，聽說青鱸魚很有特色，就買了一條，還讓人打好包裝，充滿氧氣，前後後花了100多。同事回到家，母親笑了，這就是本地的半頭魚，只是外地人改了一個名字，就像薯片和土豆，本是一家人。笑了之後，母親不改，而是開心煮飯去了。脾氣也是需要自我調節的，用好的脾氣包容兒女的小錯誤，帶住脾氣去教育兒女。錯誤是有限度的，做人是有底線的。遇到事情，母親第一步是責備自己，看看自己錯在哪裏，再去責備兒女，效果會好很多。脾氣對了，兒女自然知道是非對錯，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好母親在培養自己的好脾氣，不傷害孩子，也不縱容孩子，找到教育的平衡點。好母親在發過小脾氣之後，迅速冷靜下來，積極處理問題。作家莫羅亞說：沒有了家庭，在廣大的宇宙間，人們會懶得發抖。樹力每天最快樂的事情，不是出門上班，而是下班回家。日是到了夜裏還不能回家，持續加班中，再多的錢也會讓人難受。好的家庭氛圍有很強的吸引力，也讓人輕鬆出發，走四方，賺大錢。解道理人人都懂得，可如何把道理貫穿日常，那就不一定誰都知道了。給大家建議，打造一個家最好的樣子，莫過於父親省力，母親省錢，子女省心。01. 父親省力，輕鬆賺錢。男人是家庭的頂梁柱，是賺錢的主要人選。只要人勤勞，總是有收入的。但是你看看周圍的男人，有工地的農民工，有農村的菜農，有工廠的打工族，還有老闆、經理、科長、局長、司機等。不同的稱呼代表不同的工作崗位，也因此帶來不同的收入。相對而言，能夠用智慧賺錢的男人更加輕鬆，能勞逸結合的男人更加滋潤。單純靠蠻力賺錢不是不行，是起點劑，也難以持久。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勞動是分很多種類的，勞動者本身都是平等的，但是效果不一樣。我的老家有句土話：會賺錢的不費勁，不會賺錢的特費勁。多年前，我們村裏有一個叫小林的人，30歲了，還去上職校，花了好幾千，村裏人都笑他老同學。這些年，小林在家搞養殖，家裏有羊群，也有豬圈、魚池，也有很多村民模仿，但是多半沒有成功。後來，村民發現小林的致富秘訣，小林負責配飼料、做預防工作，那些粗糙的活則安排員工做。上績後的錢產生了數倍的利潤。從村裏的中年父親來看，讀書和不讀書的人差別很大。上過大學的父親在送外賣，但是他有跳槽去好地方的機會。上過初中的父親也送外賣，但是要跳槽難度更大。歐美互動 CEO 布萊恩費瑟斯通豪也提出一個觀點：大多數人在40歲以後賺的錢佔總財富的85%到90%，也就是說，一個會賺錢的人，是中年的後期反而賺錢更厲害，而賺辛苦錢的人，後期就越發困難。50歲之後找工作都難。父親賺錢省力，這就是讀書多、格局大、懂變通的體現，也提升了家庭的高度，托舉了兒女的人生。02. 母親省錢，
自家簡樸。四川有句方言，男人管婆娘，天天喝米湯；婆娘管漢子，金銀滿罐子。那就是說，男人在家裏不能專注在大事，而是管理婆婆媽媽的小事，那麼家就會變得窮困，反映男人的格局很小。若是女人管男人，把錢都放在手裏，對開銷很嚴格，那就是存款會越來越多。好母親對於家庭是否富有起到關鍵作用。好母親的標準就是省錢，持續讓家業有厚度。東漢末年，劉備在父親早亡的情況下，和母親一起編織草席和草席為心。當家庭有了一點積蓄時，母親送劉備外出遊學，和同族的劉德言、遼西公孫瓚一起拜元九江太守同郡奴植惠師學習。劉備在桃園三結義的典故中，也是個賣草鞋的人。他的妻子也挑燈編織草席，在待客上也盡量維持體面。對劉備要結拜整客的事情，妻子說：人來人往是人之常情，就是傾家蕩產請他們一次，我也沒二話可說。因為有了兩個母親的幫忙，劉備才成了梟雄。母親的幫忙不是做了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是堅持在生活中精打細算過日子，把一日一錢的道理用到了極致。母親能夠省錢，男人就放心把錢帶回家，在家庭有急事礙事的時候也不會慌亂。母親堅持省錢，也留下好家風，讓孩子打扮體面，但不攀比。好的家教是一歲就形成了。03子女省心，自立自強。太多的父母一開口就抱怨這孩子不讓人省心。反過來看，一個讓人省心的孩子，就是家庭的希望。明朝初年的大臣宋濂出生在一個窮苦家庭，為了改變命運，年幼的他積極讀書，也去親戚朋友家借書。冰冷的冬夜，母親看他抱住書的樣子，特別心痛，就說明天再看吧，今天就睡下好了。宋濂說：啊，書要及時還給人家，我要在今夜抄完，你先睡吧。母親聽了很感動，走來撲棉水披在宋濂身上。當我們讀到宋東陽馬生序的時候，被宋濂努力閱讀的精神感動，更要看到他自律自學成才的榜樣。宋濂說過這樣一句話：得有不成者，非天則之悲，則真不若愚之尊矣，豈他人之過哉？每個人都可以成才，但不是被逼迫的，也不是什麼都靠父母，而是專注自己的理想，堅持自己的路線。家庭裏若是兒女省心了，那就表示家風不錯。兒女有窮人孩子做當家的苦，總能飛出雞窩變鳳凰。04看到了家庭最好的樣子，再捫心自問，如何才能促成這樣呢？好的家不是空穴來風的，而是累積一個個好習慣，摒棄一個個陋習。其一，每個人都要承擔自己的責任，找準定位，每天都管好自己，讓家人少擔心。其二，每天帶住正能量回家，不要抱怨生活，不指責家人，有事多溝通，和顏悅色。其三，每天發現兒女的陽光的一面，多鼓勵，多點讚，讓優勢越來越強，方向越發明確。其四，夫妻學會攜手，分工協作，為每個家庭遮風擋雨，再苦再難都要一起想辦法。家庭最好的樣子，就是每個人的樣子的疊加。努力經營家庭吧，未來可期，錢財有餘，人心享暖。